这个目前我站这地方呢是南京明故宫的遗址，对面那个呢是南京明故宫的这个遗址的陈列馆，然后往这个方向呢是南京的奉天殿的遗址。但这里头现在不太像是故宫遗址，这里头是个展销会。南京广电2024中俄好物精品博览会，都是卖烤鱼片的。全场包货了。那你想卖最低价给你。比进价还便宜。而且这博览会最后一天呢，都在这甩呢。我想看的是奉天殿的遗址啊，这个位置应该在啥位置呢？就是奉天门和奉天殿之间那个位置，相当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前面那广场的位置。但是我现在，我这个。酱豆、咸菜、糖蒜，不是，我想看看奉天殿的遗址，这怎么看的？这玩意儿，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这奉天殿的遗址在哪儿呢？这奉天殿的遗址在啥地方呢？你看，这个确实是奉天殿的遗址，但是这奉天殿的遗址在哪儿呢？我的妈，这都什么玩意儿？这都天津大麻花。这个不能是奉天殿的遗址。奉天殿的遗址就这奉天殿的遗址就华盖殿。这期奉天殿接受百官的朝拜。这是华盖殿的遗址，那奉天殿在前头，也就是说这些大棚的位置就是奉天殿。也就是奉天殿的遗址现在啥都没有了。以至于可以就是空旷的可以开展销会了。现在我站在这个台子上，这是华盖殿的遗址，相当于北京中和殿啊，这都是华盖殿的遗址啊。这些大柱基都是，这些大柱础都是华盖殿的柱础。也就是说，前面奉天殿的遗址已经毛都看不出来了。就这些大棚的这个位置，就是中俄互贸原装进口这些大棚的这个位置，还有天津大麻花的位置，前面那块就是奉天殿的位置。奉天殿啥都不剩了，彻底没了。这些大柱础应该是华盖殿的柱础。我看看。你像这个这么大的，应该是华盖殿的柱础，然后后边那个大台子是谨慎殿，也就是说，现在南京故宫前面就是午门还看得见，奉天门还有点大柱础，奉天殿已经啥都不剩了，然后华盖殿跟谨慎殿还能看到点遗迹。这个华盖殿跟谨慎殿还能看出点遗迹，余下的就啥都没了，后边就是它的出口了。也就是说，后边那个乾清宫的那个位置，可能彻底的就是大马路了。这个应该是谨慎殿的遗址，谨慎殿的遗址就剩点这个柱础。谨慎殿吗？我说的没错吧？也就是
也就是说，故宫的这个，也就是说，明故宫这个前三殿现在就是就是这么个状态了，啥都没了，就剩这玩意儿了，倒是。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进去。同志们呢，这个啊，这就是明故宫啊，这就是谨慎殿啊，相当于北京故宫的那个保和殿啊。我看这个里头还有点啥东西没有啊？这是一个大石头块子，可能是个铸属石。同志们呢，现在也就是说，奉天殿的地方已经。我本想看看奉天殿有规模有多大，结果那地方开上中国展销会了，啊，然后这个华盖殿跟谨慎殿是一堆大石头块子啊，这个，这天哪，这里头，这个就是因为我昨天时间有限嘛，电池没电了嘛，我照的是前面午门还有那个。奉天门的遗址，这个是明故宫前三殿的遗址。前三殿现在还能看到点痕迹的，应该是谨慎殿，还有这个后边的那个华盖殿，这两个殿的遗址还能看得见。啊，这两个殿的遗址还能看得见。至于这个。那边就是那个谨慎殿嘛，还能看得见哈。至于奉天殿的遗址，就是现在可能连轮廓都看不出来了。然后就这个地方随处可见这种特别大的柱础啊，这应该是随处可见的。然后前面这个，你看这都是柱础，现在。它这地方剩下的就是都是这些柱础了，都是这些柱础了，余下的文物没了，全都是这种柱础了。余下的其他的文物你也看不着了。我看前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因为它那个，我想看看它那个明代奉天殿的规模，就是奉天殿的遗址上现在开上中国展销会了。其实也没有遗址了，他那个地方平的都能开展销会了，你琢磨琢磨，他得平到什么程度啊？他得，是吧？他得平到什么程度啊？这地表什么都没了。这就是南京明故宫啊。哎呀，那遗址陈列馆才有意思呢。他说9点钟开放，要是我在门口用那个2维码订个票，我8点40就进去了。哎，我说这怎么还？他说9点开放，怎么我8点40就进去了？我扫码进去之后，看了一会儿，进来一保安。那保安问我：“你咋进来的？”我说：“我扫码进来的。”他说：“那不行，我这得9点才开放，你得出去。”那不把我轰出去了。哎呦我天，我大爷！4个人坐在一个火车上。啊。道道王五这都是，神枪太保这都是，我天哪！你看这，你看，那这个就是，你不能说这片大草地就是奉天殿的遗址吧？那这奉天殿也不大呀。难道说这片大草地就是奉天殿的遗址？那这奉天殿也不大呀，因为历史上记载的南明的皇帝朱由崧呢，他是在明故宫的武英殿继的位，这说明在南明的时候呢，实际上很可能故宫的前3殿已经没有了，否则他为什么要在武英殿继位呢？因为那个时候故宫的前3殿应该是没了。
啊。难道难道这两片大草地连起来的范围就是它过去这个放天店的范围吗？它有这种可能性哈，它有这种可能性哈。它也没有说奉天店有多大哈。这个就是我对南京明故宫遗址的一些考察啊。本想看明故宫来着，结果成了这个中俄展销会了啊。这个有点始料未及，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都是那种充气城堡，然后一帮孩子在上面蹦，然后可能那个租金便宜，这得来点能有经济效益的，改成中俄展销会了啊。这是大咸菜，那边铁棍山药，这边腊肉、糟鱼。你别说我老到东北看展销会，这南方展销会我还真没见着过。陆金人参，这酒，这酒味还行，这酒味还挺香啊。海蜇头。这是啥呀？水墨年糕。你别说，我这个在北方还真没见过这个。这是啥呀？老山东驴肉。安徽孟城正宗黄牛肉。手工大香肠，这玩意儿还真就没见着过，这是腊鱼那种东西。新年823高粱酒，这边紫菜、保暖裤，还有赤峰小米儿。不是，同志们，这个我今天是为了看明故宫遗址来的。这明故宫遗址里头怎么是这个呀？我香酥焦饼啊，这不是山东那个大烧饼吗？这个腊肉啊。可惜我不吃腊肉，我能买点。无锡清水面去。这样面筋我不爱吃，我想吃天津那种，天津瘪的那种面筋我爱吃。这是嘛？这是豆腐皮儿，海参。这是化妆品，腊腐乳、腊鸭，这是鱼尾巴，东北年碴子，赤峰小米儿，还有点心。别说我在北方展销会上这辣味真少见。在东北那展销会上没见过这玩意儿，这都是他南方那个辣味儿那种东西。哎，这是什么玩意儿？眉山粑粑干。哎，这是嘛？啊，百香果。啊，百香果还有这个色儿的。行了，我这展销会也看得差不多了，我得。这玩意儿多少钱一个？这个。6块钱一个。6块钱一个。这有点像松仁小肚这东西。我出来买点儿。那玩意儿回家要是炖着吃，它能好吃吗？
要炖白菜的话，那东西它能好吃吗？没吃过那玩意儿，不知道。不是我，这到9点没有？他这该放我进去了吗？我那展览刚看一半，还没看完呢。